房屋内乃是一片小型的空间世界，空间世界内原本皆是阵法，可眼下此地阵法几乎处处都被破坏得惨不忍睹，分明有过大战的痕迹。但令楚风神色紧张的却是这空间世界深处的两道身影，龙一与龙二两位道长果然回来了。只不过眼下龙一道长竟然身负重创，他正在释放结界之力压制龙二道长。龙二道长虽未负伤，可双眼血红，十分诡异，宛如猛兽一般，不仅奋力挣扎想要摆脱束缚，更是龇牙咧嘴，不断发出诡异的咆哮。楚风小友，莫要过来，赶快离开此地。龙一道长察觉到了楚风进入，赶忙看向楚风，前辈，发生了什么？龙二前辈怎么了？楚风倒是没有靠近，而是凝声问道。我二弟在神之时代内遇到了借天染，他被借天染肿了骨，现在已经丧失理智。龙一道长说道，简单的一句话就已经道明了情况。借天染遇到龙二道长，必然发生了冲突，但他却没有杀掉龙二道长，但却使用了更阴狠的手段，竟然在其体内中蛊，让其丧失自己意识。这样一来便解释得通了，龙二道长状况是蛊所致，而龙一道长道伤必然是龙二道长所致，情况不妙啊！要不咱们先出去。王强看出情况不对，而那两位的战力太过强大，只是一个念头都能让他们两个飞灰烟灭，留在此地太过危险。兄弟，你先出去。楚风对王强说道。你不走我也不走。王强表达态度，那便等一等。楚风说道。啊，你真不走啊？王强咧着大嘴，有些急了。我与两位前辈早已联手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楚风说道。你怎么帮忙啊？他们的修为不是我们能帮得了的。王强道。试试看吧。楚风也没绝对把握，但是好在他有出街秘典这种可破万阵的手段，再加上楚风之前也学过解蛊的方法，二者结合也许还有机会。当然重点是必须龙一道长来布阵，否则就算楚风知道方法，他目前的能力也无法解决问题。但破解也需要先摸清楚对方的情况，只是楚风动用天眼观察也难以看穿，借天染不仅是在龙二道长体内中了蛊，内蛊还附加了结界，是那结界阻挡了楚风的观察。前辈能否让此蛊现形？也许晚辈有方法破解。楚风说道。我试试。龙一道长此刻虽然伤势颇重，但却已经将龙二道长控制住，他催动阵法进入龙二道长体内，但却也是眉头紧皱。天龙界灵师的阵法他自然是破不开的，因此让那股现形也是极难。不行！此刻龙一道长的脸上竟露出了绝望。堂堂图腾9道之首，真龙巅峰界灵师，能够让他这般，足以见得借天染的手段。前辈，我有一阵可助龙二前辈恢复意识。楚风说话间布置出一座阵法，那是出街秘典的手段。见状，龙一道长赶忙按照楚风的阵法图开始布阵。他明白楚风的意思，他们是破不开借天染的手段，可那股终究是附着在龙二道长的体内，若是能让龙二道长恢复意识，他们进行配合，纵使借天染的手段再强，也是能够寻得破解之法的。我擦，兄弟，你越来越牛了，这阵法也太玄妙了，连这种强大的界灵师都要听你指挥啊！王强看到楚风的阵法布置图，也是叹为观止，看得出楚风那阵法图的厉害。兄弟，回头与你细说。楚风看了一眼王强，便继续观察。王强也是心领神会，捂住了自己的嘴巴。他虽然磕巴，但是话多，性格使然，有的时候还真控制不住。哪怕他也知道这个场合不适合多嘴，龙一道长终究是只差一步，便可步入天龙界灵师之列的强大人物。结界之术非常利奥的，很快便将阵法布置完成，且阵法当真有效。龙二道长的意识竟开始渐渐恢复。大哥，你的伤，这是我做的。龙二道长恢复后，一眼就看出龙一道长的伤是他的手段。大哥，杀了我，这蛊我控制不了。龙二道长心意已决，他早知自己中蛊，一直在想办法对抗，但看到他大哥的伤，便知道自己失败了。龙一前辈，你布置此阵；龙二前辈，你布置这座阵法。就在此时，楚风声音再度响起，顺声观望，楚风身前出现了2道巨大的阵法布置图，而其中龙二道长需要布置的阵法是相对简单的，毕竟他现在被蛊控制，能够保持意识已是极难，布阵也无法发挥真正实力。老二，莫要说胡话，你还有救，按照楚风少侠说的做，楚风少侠的阵法定能救你。龙一道长说道。好。龙二道长也不犹豫，趁着意识暂时恢复，便立刻开始按照阵法布置。2位道长里应外合之下，同时催动，恐怖的尖叫不断自龙二道长体内传来。见状，楚风则是开始增强天眼力量。这种情况下，能够看到在龙二道长的灵魂之中盘踞着一条黑色的蛊虫，蛊虫体态极长，似是蚯蚓，头有100只红色眼眸，尖刺獠牙，全身漆黑，布满尖锐的黑毛，同时身躯遍布数百只如镰刀一般的尖锐钩爪。那恐怖的尖叫便是这蛊虫传来。蛊虫疯狂尖叫，同时疯狂摆动身躯，是在攻击龙二道长，想要夺回身体控制权。前辈，这蛊虫能听懂我们的话，接下来我们暗中交谈。如今龙二道长身体虚弱，极其被动，想要让他自己解开此蛊已是不可能，此蛊颇为厉害，若想解决，必须要做些牺牲。楚风暗中说道。楚风少侠，只要能制服此蛊，
救我二弟一命，再大的牺牲都行。龙一道长也是暗中回复：我有一计，前辈按我所说，于灵魂内布置炼蛊阵法，然后再布置灭蛊阵法。你装作心灰意冷，想要让此蛊飞灰烟灭，使其恐慌，然后再故意示弱，给其机会，引此蛊入你体内。楚风暗中传音，龙一道长也是立刻应下。他早就没了办法，眼下对楚风言听计从，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楚风身上。计划制定，立刻实施。当阵法准备就绪之后，龙二道长的意识也是开始丧失，龙一道长便开始布置毁灭阵法。阵法完成，龙一道长也是演技上身。该死的蛊虫，想毁我兄弟，祸害人间，就算亲手杀了我二弟，也不能让他成为你的傀儡。龙一道长恶狠狠地等着龙二道长，同时催动毁灭阵法。刹那间，磅礴的阵法便笼罩龙二道长，大阵法化作无数细针大小的利刃，于龙二道长体内穿梭，是当真在摧毁龙二道长的肉身与灵魂，大有将他们同时毁灭之势。这种情况下，内骨也是受到极大的伤害，恐怖的尖叫越发刺耳。如果说之前发出尖叫是为了重新夺回龙二道长的身体掌控权，那么此时尖叫则是真的痛。此等轰击下，未过太久，龙二道长的生命气息便已极其虚弱，而那条蛊虫自然也是因此受创。可突然，龙一道长停止催动阵法，且跪在地上，一口鲜血喷涌而出。他努力克制，但最终失败，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自其口中喷涌。见此情形，那蛊虫便一跃而出，从龙二道长口中钻入了龙一道长的口中。他也清楚，龙一道长恢复便会继续催动阵法，龙二道长死，他也别想活。与其等死，倒不如趁此机会占据龙一道长的身躯。可那条蛊虫刚刚钻入龙一道长身体，龙一道长则是立刻盘膝坐下，催动阵法，恐怖尖叫比先前还尖锐数倍。他发现上当了，龙一道长是装的，在龙一道长体内早就布置好了炼化他的阵法。他刚刚进入此阵，那阵法便催动了。眼见着此蛊上套，楚风赶忙纵身而起，落在了龙一道长与龙二道长身前，取出大量丹药，栽入龙二道长口中，且帮其炼化。龙二道长此刻状况很糟，不仅仅是蛊虫的原因。龙一道长先前为了逼迫蛊虫离开龙二道长体内，那阵法是真的对龙二道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但这也是必须的牺牲。若不如此，蛊虫不会中计。就在此时，一个铜碗落在楚风面前。看到这铜碗，楚风目光复杂。此碗有极强的防御力和攻杀力，但防御的不是外面，而是里面。楚风小友，帮我罩于头顶，若是炼化此蛊失败，便绝不能让他去祸害他人。龙一道长道。楚风明白龙一道长的意思，哪怕此蛊上当，可想要将其炼化也并不容易。这不仅要花费较久的时间，也的确有失败的风险。没办法，此蛊的确太难对付。楚风按照龙一道长指示，配合去催动此碗，最终此碗与龙一道长相融，化作高达100米之物，将其笼罩其中。而楚风则是将龙二道长拖到一旁，为其布置了疗伤阵法。他能力有限，能做的只有这么多。不过龙二道长虽然伤势较重，此刻也是昏死的彻底，但时间久了总会恢复。真正危险的反而是龙一道长了。兄弟，快看，神之时代有变化了。此时王强指着窗外说道。见状，楚风也是来到窗前，向外观望。果然如王强所说，外面有了变化，并且那变化很不简单。神之时代虚影丹田处，起初是入口，后面形成了映射内部景象的镜面。眼下此物依旧是镜面，但却不再映射任何画面，无法看到神之时代内部的情况，并且于镜面周围有磅礴的结界之力浮现，竟形成数条巨大的半透明锁链。锁链之粗堪比小型世界，锁链拖动，星空都剧烈颤动，那哗啦啦的声响更是响彻整片星空。最终那锁链将镜面捆绑起来，但结界之力并未消散，反而凝聚出一根与锁链一般粗的香，立于镜面上方，也是半透明体，虽一眼就能看出是阵法所化，但却栩栩如生，竟是燃烧状态。开眼了，这么大的香从未见过。王强感叹，只是这是啥意思？居然还会燃烧，应该是将神之时代封闭了，如今里面的人出不来了。楚风说道。那香是什么意思？王强又问。我猜可能是时间，要么是时间到了，那锁链自动解开，要么是时间到了，他们还无法出来，就会命丧其中。楚风说道。那还好咱们放弃了。果然咱们兄弟俩的决定才是明智的。王强沾沾自喜。而就在此时，那被封锁的镜面再度有了反应。尽管已被粗大的结界锁链层层捆绑，可因为那锁链是半透明的，所以镜面上映射出的画面还是能够看得清楚。那镜面映射出的依旧是一片星空，只是那片星空与先前不同，那里面的星辰光芒大小不同，有的还宛如太阳一般烈焰滔天，有的金光普照，有的则是缠绕7种气焰。眼下那些星辰宛如流星一般相互追赶，向同一个方向快速飞奔，但遥遥领先的却是缠绕7种气焰的那一颗星辰。我了个擦的，啥意思？这是代表他们在争夺宝物吗？借天染那个老登怎么跑那么快？王强直接破口大骂。那星辰与先前人们立于高台所引发的景象一模一样，人们自然也就觉得
那星辰代表的乃是进入高空结界门内的众人。不管了，反正咱们离开了，神之时代内的事便与咱们无关。楚风回头看了一眼龙一、龙二两位道长，楚风写下一封信函，放在龙二道长旁边，是告诉他再度被蛊虫夺取意识后所发生的事，让他明白眼下的局面。因为楚风要离开龙一、龙二道长的情况，楚风目前根本帮不到忙，只能靠他们自己。就算其他几位道长来，也同样帮不到忙，毕竟境界差距太大了。先去丹道仙宗决定之后，楚风便带着王强离开了此地。兄弟，图腾天河在娜娜那边啊。王强道：正常的传送阵较慢，我有较快的方法。王强不是外人，楚风准备带着他直接通过9天密的赶路。与此同时，图腾天河的星空之中站立着9道身影，这9位衣着统一，皆是身披一袭刻有雷霆图案的黑袍，身后背着黑色的长方形木箱，此乃黄府天族族人。其中8位乃是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个个气质不凡。有些人无需展露修为，只是看一眼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强大。这8位皆非凡类，但他们却站在一位中年男子身后。